就有租过一度电8块的房子，很扯吧？我的电费比我的房租还高。要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哦，打开小铃铛。小铃铛哦，订阅好选择。阮新豪帮管事务所是咧做包租，阮是咧做包，喂，阮是咧做包租的。不就你已经破事后，马桶去有洗塌掉，水管去有喷堵掉，别甲去有人家打掉啊！你知道吗？在台湾有3件事最难，就是找工作、找对象跟找房子。不过你不知道你租到的是房子还是一段修行，所以这一部台语台的最新亲职人喜剧真的好可爱哦！要欢迎今天的2位主角跟我们一起分享，欢迎妍霏跟黄河。你们是不是都有租过房子？是，我是一直都是租屋主。到现在都是嘛，因为那个我们刚刚私底下聊，其实黄河原本的家庭在新加坡。哦，对，其实没有，就是爸爸是外省人，然后妈妈是新加坡人，所以其实家里是大部分是讲华语、讲国语的。所以其实我是从小到大都没有台语的环境。哎，那妍霏呢？我看了这出剧，我有点吓一跳。我想说，你台语怎么那么好啊？老实讲啦，你这间厝吼看起来袂输贵咧。啊，搁要睡这个介绍，啊，那睡得出去吼，就真正是看到鬼啊啦！我从小时候就非常爱讲话，人家不是都说你要学一个语言，就是学的就实用又精的话，就是常说。我以为是先骂脏话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我从小就听习惯，然后你长大之后比较会表达之后，你能吸收的词汇又会更多。而且我以前超爱看8点档。对，而且我还会学里面的人骂人，所以你才会觉得没错，很有愧靠啊。对，我为什么这样讲？就是我觉得妍霏在这个人生只住5百里面骂人超可爱。不就你已经破事后，马桶去有洗塌掉，别甲去有人家打掉啊！你可以这样连珠炮哎！我从小到大只要用台语跟别人吵架，人家就会说：“哎，你像流氓哎，你像女流氓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”所以是本色演出在这里。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会有一个我自己的愧靠在，就是很像流氓，真的。巴太太，我今日当照顾你的小 baby， 和你的做工作嘛，我来给你搭机监视。哎，那你第一次看到妍霏这样连珠炮讲出来的时候，你有被他吓到吗？我记得有一次在拍的时候，是我们2个角色在吵架斗嘴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这样噼啪讲了一大串之后，然后我就愣住，然后我就说：“你可以讲慢一点吗？我跟不上。”听不懂就对不起，你可以慢一点吗？我跟不上，再一次给我一次机会。第一次觉得从小到大被说很像流氓这件事情有好处，就是现在的谢谢。可是我觉得你骂人就很可爱，我好想被骂。你可不可以？对，真的。你知道我要求过可丽姐一样的事情吗？我请可丽姐骂我，丢你个戏啦！哈你个戏啦！我爆你个戏啦！可丽姐真的这样骂我，我好开心哎！你现在是就是那时的我吗？对，没错，我就觉得哇塞，我好想被妍霏骂看。那你想要我骂你什么？好，你就说你一定要看那个《人生只住不卖》，你不看的话，你就怎样。我跟你讲啦吼，你吼一定爱去看迄人生买水面啊！你若无看吼，恁兜马桶就塌掉的啦！好可爱，太厉害了！租赁管理师的责任就是爱解决问题。专业气卡称。这个职业叫什么啊？租赁管理师。租赁管理师，其实我们很少听到哎。租赁管理师比较有点像大家熟知的所谓的2房东，他其实就是帮你管理房子，帮屋主，他没有办法一个人处理这么多间房子，然后去签约啊什么东西的，他就交给租赁管理师，租赁管理师帮他找房客，代租就对了，或是帮房客找房子，就是最好分的方式，就是说房仲是你合约签完。他的工作就结束了，可是租赁管理师是你合约签下去之后，他的工作才开始，因为他要帮你照顾后续所有的一切。对，没错。所以他就是代管公司的意思。类似。第一题就是，如果真的要选一个人当租赁管理师，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的，请举拳。来，2位同时举叉，为什么？他这个工作感觉是24小时 stand by 的，因为光是看剧里面就知道，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房子会在什么时候出状况，而且台风天的时候，红台底下谁了，你还要出门，然后帮那个租客处理，可能他的门被吹烂了，或者是什么他家楼台在淹水什么的。等一下，所以这真的是租赁管理师的工作。对啊，哇，这个工作薪水是多高啊？其实我去查，应该是3到4万之间不等。
就是我真的谢谢全天下的租赁管理师，真的很谢谢你们帮我们解决问题，真的认真的。如果你有房子要交给别人管的话，你会选择对方而不是自己的情绪。我刚刚有慎重想过这个问题，请不要生气，我先跟你讲，请不要生气。你说看，我听听看。没有，因为我的个性是这样，就是如果是我的东西的话，我基本上不会给人家弄。哦，对，这是我的个性，我会把我的东西，就是我会要弄这样。所以我不是不相信你，而是就算我弄得很糟，我都会自己弄。对，没错。所以这是我的个性。但我很庆幸你没有选我，因为我懒得那个关。刚才这边问为什么？我当初一个输不起。对。好，给他这个校长。杨惠妹校长，杨惠妹校长。我反而你把房子给我，我会反而还会比较认真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是别人的东西。哦，所以你选对了耶。所以对，我不敢把我东西丢给别人。哎，那这样黄慧其实个性蛮适合当那个租赁管理师哎，可是你不想当。对，没错，我不想当。那我们下一题是，你觉得租屋有很多不合理的潜规则，但是为了要住只能接受的请举圈？就法律有明文规定说，就是不能以一度电5块或6块去收。可是还是有很多房东在这个样子做，但是你很喜欢那间房子，所以你屈服了这件事情。这个举例很好哎，我就有租过一度电8块的房子，很扯吧？我的电费比我的房租还高，也是大安区。对啊 ，Oh my god！ 对，没错。后来退租的时候，一口气交了5万多块的电费，是交给房东哦，不是交给台电哦。如果真的很爱那个房子的话，我可能会接受一些条件。对。那你们听到的潜规则还有哪些？可能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都可以申请租屋补助，对。然后就是有几个刚出社会的朋友，其实是可以申请租补的，但是房东就直接在就是租屋网站上面说禁止申请租屋补助，因为他就税率不一样。而且他说他去看房子，就是有遇到其中一个是他没有写在里面，然后是到现场跟他说，你这不能申请租屋，如果你申请租屋，房子会来涨。然后他就说他当下傻眼，然后我就天啊，我想到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也不敢讲，然后可能我心里会觉得很气，因为浪费我时间之类的。那黄河遇到的潜规则是什么？例如说他的地板坏掉，地板坏掉总不可能是房客来修吧？对啊，对，可是他可能就是有各种理由说啊，因为是木头地板，所以我们要修的话要整片全部修。当他修的时候，他也没修好，他也是这样，烂烂的，然后你甚至会踢到，会跌倒，会敲到这样子。对，好吧，那我觉得就认了，我就把它铺一个地毯，把它盖住这样子。你们两个就引出我的下一题，你们觉得租房最麻烦的是沟通的请举圈？真的是对啊，能不跟房东沟通，我尽量不要这样沟通。我能够自己搞定的，我就自己搞定。而且不是说他不好沟通，是你在想的时候，你就要想说，请问您好还是你好，还是不好意思，要怎么开头？就是我自己就容易想很多。是什么问题能够让你纠结成这样？因为我们那整栋楼都是房东他们家的。前阵子，那是他说1个礼拜没有来了，我就想说。在群组里面，就是可能提醒一下房东，然后就请他帮我们联络一下，看是怎么了这样。然后我一看就打说，请问那个垃圾代收的是有出什么事情吗？然后我想说超像在酸人家的，然后我就全部删掉了，我就传说那个垃圾代收已经1周左右没有来了，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吗？就是我想很久，我真的想很久我要怎么表达，可是我又真的很怕他会不会是出事了。怎么那么可爱？我就很澄清的问他，我就说，他已经1个礼拜没出现了，要不要报警啊？他会不会出什么事情？可是你再往回想，他跟你又非亲非故的，就是你这么就为什么要担心他？他家住在哪？是没错啦，但是还是蛮恐怖的。因为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 X 调查，我想说，哇，好可怕！他这么久没出现了，真是出事了。下一个，你觉得好房东比好房子更重要的请举圈？因为对我来说，这2个东西是一样的。哦，我觉得好房东的房子不会烂到哪里去。有道理耶，好像是你真的是个好房东的话，你不会，对，你不会让你自己的房子多烂呢，你也不会把自己一个很烂的房子去租给房客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任性的。我觉得 actually is the same thing。
对，其实蛮有道理的说服哦。了。那你们有没有为了想要省钱而租房子？两位都没有哎。我不会因我为这个东自从那一西屈服次没有窗户没之后，我错。彻底清醒了。我那时候去看房的时候，就是我选中那间房间是没有窗户的，然后房间很闷，对又很潮湿，所以我那时候整个房间里面的东西都发霉，衣性连全部都发霉。事情的考量很累了，回到家如果还不能好好放松，然后又这也是地方不顺眼，我觉得太崩溃了。可是我确实有时候会怀疑，是不是我对很多东西要求太高了？例如，因为我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有点强迫症跟洁癖，就是我是完全我没有洗完澡，我完全不会碰到床的一个人。就是裤这样擦过去也不行，我会，然后快点喷那个。他洁癖到什么程度？他洁癖到人家都要管。他说：“黄总，你不要一直咬你手指头，很脏，很脏，不要再咬了，很脏。黄总，不要摸这个，很脏，不要碰它，很脏。”我有一次很夸张，就是我看到我去我朋友家，然后他还没洗澡。他就换上了他的睡衣，并且躺到他的床上，我整个人起鸡皮疙瘩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认真起鸡皮疙瘩，我觉得真的我无法接受，我没有办法看，就是我没有办法看。有时候是觉得是我自己要求太高。我觉得租房子给你蛮好的，因为你一定把那个房子打理得很干净，我跟你讲，超干净，要么就是不理他，然后等到某一个阶段一次处理掉。那如果你们是房东的话，你们会犹豫租给有宠物的房客的请举权？其实我会犹豫。结果你们俩自己都有养，然后就自己都会犹豫。我觉得不是犹豫，而是我会确认。你是怎么处理这个？对，你会负责到你会怎么处理？而且就是依我们养宠物的人看到他的宠物，大概七七八八可以看得出来他怎么照顾他的宠物的。那为什么妍霏也是举权？就其实我自己租房子，我比较喜欢租空屋，所以如果我今天真的有房子要出租的话，我会想要是空屋去租给别人。但是如果我今天找到一个非空屋的，就很麻烦，而且我还要担心我家的猫不小心把它的沙发抓坏或者咬坏了，很麻烦。然后如果它真的有想要求什么家具的话，我可能就是会用补贴的方式，可能补贴他一点，让他自己去买。而且其实租屋里面就是已经配置好的家具，常常都是东凑西凑。我就想说，那不如把那些空间省起来，让你自由去软装。对，你是会就是偶尔会想要把椅子移来这边，我会想改，我会想改。我在家里面蛮有生活情趣的。我是会过个1、2年，我会整个房间的格局大翻动。对，我会床变来变去，然后衣柜那个柜子变来变去。而且变完之后，我会觉得很幸福。我想说，新地方，所以进步了。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刚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会觉得很幸福，新地方。我觉得大家学到了，说不定就是动你的家具，你可能就会有一个全新的心情。那最后如果要给租屋族一句话，你们会怎么样建议？只要你有爱护你自己住的地方，然后有爱护自己的生活环境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可以制造出一个你喜欢、你舒服的环境。有些人可能会很顾虑，就是觉得自己下一次还会搬家，所以不敢买沙发或者床垫这种家具。但我觉得，与其这样去限制你的生活品质，不如你存一笔钱，请无痛搬家，帮你搬家。什么叫无痛搬家？就所有东西帮你打包好啊，就是你也不用想说你这个沙发要怎么搬，这个床垫怎么搬，你就只要在旁边坐着就好。但我要改刚刚那个，我觉得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太不切实际了。应该说这么气，请不要放弃为自己想办法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舒服的地方。不要将就，没错，你可以当下将就一点点，但是请不要放弃追求更好的可能性。我是说真的，千万不要将就说我就是这样就好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这样。No。就是请努力去追求，你一定可以越来越好。没错，相信自己，相信大宇宙，那你向大宇宙祈祷吧。谢谢。这些所在，这你去是歹去啊！我是邪恶啊！我要饲伫这间厝内底啊！天灵地灵，四方真明，是啊！你给我出去啦！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我们下回再见。